陈平安带着裴钱和藕花福地几人和郑大风互相认识过后，陈平安就想着用陆庸赠送的丹药尽快的让画卷4人提升境界。毕竟4人随右边在大战5000铁骑的时候已经破境入了第7境，其他3人可也都达到了6境巅峰了。如若现在能助他们破境，到时就算郑大风打不过撤退，也能多几分战力。可是如今距离大战期间将近，身为9境5夫的郑大风明白，哪怕他们有丹药相助，也极难在短时间提升境界。不过郑大风却是主动提出在这期间要帮他们卫权，虽不能升境，但是却能帮他们把战力提升一大截。至于陈平安自己，他则是决定在这几天开始炼化一件本命物，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于是陈平安拜托了郑大风帮他购买炼化所需的天材地宝，而郑大风则是找到了范俊茂帮他购买。范俊茂和郑大风都是远古神灵的转世，他们都和杨老头关系匪浅，并且当初范俊茂去往离珠洞天见杨老头的时候，杨老头可是在范俊茂面前重点提到过陈平安。如今陈平安需要天材地宝炼化本命物，范俊茂看在杨老头的份上，自然会帮助陈平安。陈平安这边等待着天材地宝到来时，郑大风已经开始对珠帘等人卫权了。由于裴钱在这段时间改变很大，所以在珠帘4人与郑大风比拼的时候，陈平安就主动让裴钱观看他们的招式，裴钱却是不愿意看。在他裴钱的心中，陈平安就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物，所以对于院中郑大风等人的招式，裴钱表示不稀罕。陈平安有些无奈，当然也没有强求裴钱观看。而第2天，范俊茂就带着陈平安所需的天材地宝来到了药铺。范俊茂告诉陈平安，这一次福家大公子针对郑大风的阴谋，福家家主福奇事先其实并不知情，因为福奇知道离珠洞天杨老头的存在，所以之前福奇对杨老头的徒弟郑大风的态度一直都是拉拢，即便是不能拉拢也会敬而远之，他可不想惹到杨老头这位大佬。可郑大风打到福家福奇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与福家刚刚结亲的姜氏元婴剑修插手了这件事，为了结亲双方的颜面，所以福家家主才被迫对郑大风立下挑战的约定。说明了这件事后，范俊茂还表示，从陈平安所需要的天材地宝单子上看出来了，陈平安练物已经失败了一次。陈平安毕竟才刚刚踏入炼气师大道，对于炼化之事他的确是门外汉。之前在船上他就依照着陆庸所给炼气方法自己尝试了一次，可最终失败了。范俊茂知道陈平安身上有一颗元婴老交的金丹，他就想让陈平安用这颗金丹来交换，拿到金丹后，他范俊茂就会全力来帮助陈平炼化本命物。如今事态紧急，陈平安也是爽快答应。陈平安交出金丹，还询问范俊茂出什么价才能够让他出手帮助郑大风。陈平安看出来了范俊茂需要大妖的金丹，他为了郑大风的性命，就想拿出左右给的那颗大妖的内丹让范俊茂出手。郑大风却阻止了陈平安这般行径。郑大风告诉陈平安，12境大妖的内丹，即便是仙人境大修士看到了也会心动，所以郑大风便是想陈平安能留着，到时候如果他郑大风战败，陈平安可以用这颗内丹保住自己的性命。被郑大风阻止后，范俊茂十分生气。范俊茂现在十分想要这颗大妖内丹提升境界，所以在陈平安放弃了拿出内丹后，他差点就要直接出手抢了。好在看在杨老头份上放弃了行动，范俊茂也就此离去。陈平安在郑大风的建议下也放弃了此次炼化本命物机会，毕竟没人知道陈平安极大可能还是会失败的。此后的几天时间匆匆而过，郑大风与福奇的大战之期正式到来。与此同时，老龙城也空降了一位来自同叶州的超级大佬，并且还是来对付郑大风的。那么郑大风又能否挺过这次大战呢？要说剑来中最嚣张的人是谁，那就必须要说一说同叶宗中兴之祖飞升境的杜茂了。在郑大风和福奇约定生死大战之期到达时，老龙城也来了一位足以名震一州的大修士。原因是福家在大黎王朝的授意下，给同叶宗送了4艘通往倒悬山的渡船。在这份超级大礼的加持下，福家成功请来了同叶宗中兴之主杜茂前来对付郑大风。杜茂在同叶州可是除了东海老道人之外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一位13境的大修士。也正是他的存在，才使同叶宗成为了同叶州第一宗门。只不过这一次杜茂前来的只是一具身外身，但他这具分身可也足足有着12境的修为。而大黎王朝和福家之所以下此血本请来杜茂，其实和福家主人真龙志龟和远古神灵转世的范俊茂有莫大的关系。3000年前，真龙志龟被斩龙人追杀，他逃到老龙城的时候创建了福家。而在老龙城的半空有一片几千年不散、堪比半仙冰的云海，之前这片云海一直都是由福家掌管，可在范俊茂觉醒记忆后，这片云海归为了范俊茂掌管。志龟和范俊茂都要吸收这片云海提升实力，因此两人便有了大道之争。可不凑巧，福家和范家结盟已久，这也使得福家不好直接对范俊茂出手。对于这件极为隐秘的内幕，基本只有福家家主知晓。可这一次，福家大公子自作聪明，算计了范家和郑大风。郑大风和范俊茂本就是同一条战线之人，这样一来，福家大公子误打误撞之下，竟给了福奇出手的机会。再加上志龟和大黎皇子宋吉星的关系，所以大黎才会授意福家花费大代价请来大佬杜茂出手。
为的就是借此清算范家，帮助智归夺得云海。因为有了杜茂这位大修士的入场，也导致陈平安和郑大风一行人所做的一切谋划都将成空。而不知情的郑大风和陈平安在做完退路的部署后，两人带着藕花福地画卷4人来到了灯笼台。这一次所行，陈平安还特意取出了剑妈所赠予的白玉牌，佩戴在腰间。陈平安就是想借此物来提醒自己，一定要从这场危机中存活下来。毕竟他还没有为爹娘报仇，还没有完成答应宁瑶成为大剑仙，也没有完成跟剑灵姐姐的甲子之约。有朝一日能够堂堂正正对4座天下说一句话。随之郑大风与福齐大战正式开始。如今有了杜茂对付郑大风，与郑大风约战的福齐自然就不用使出全力应对了。所以大战开始后，在云海之中观看的范俊茂率先察觉到了不对。福齐和郑大风既然是生死之战，元婴境的福齐面对武夫第9境的郑大风就必须要拿出福家至宝才可应对，但范俊茂却发现福齐根本没有拿出至宝，甚至就连福家祖传的护身宝甲都没穿上，就只是拿了一件极为普通的半仙兵应对。范俊茂察觉不对，当即运用神通扫视整座老龙城，结果在看到杜茂的时候，他竟直接遭到对方境界压制的反噬。范俊茂心情顿时凝重起来，他之所以不愿出手帮助郑大风，也是有着他自己的道理的。郑大风既然自己答应了和福齐定下生死之战，那么如果郑大风最终死在了灯笼台上，范俊茂就觉得是郑大风技不如人，战死也就是郑大风自己选择怨不得任何人了。可现在的结果来看，郑大风肯定会死在一个局外人的手中，这就让范俊茂心中不得劲了。但对于一位上5境的大修士，元婴境的范俊茂也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范俊茂默默叹息一声，只得闭眼不再观看。与此同时，东海老道人的徒弟小道童也早早地来到了老龙城之外的海面上。小道童对陈平安的神魂势在必得，毕竟这一切都在东海老道人的算计之中。有东海老道人赠送的桐叶伞遮蔽陈平安背后之人的推演和救援事件，加上这桐叶宗的杜茂可是最不讲究的一个老疯子，陈平安有极大可能会死在这里。小道童只等陈平安身陨过后，他就会将陈平安带走，放入藕花福地，进入轮回，然后任由师傅东海老道人进行关道。另一边，与郑大风定下生死战的福齐竟不顾脸面，突然认输。不过安然无恙走下灯笼台的郑大风却是面色凝重。福齐的反常让郑大风知道还有更大的危险等待着他，这远远超出了他们预料的结局。所以郑大风就想让陈平安赶快离开，不然回归的途中可就真的会有生命之危。陈平安依旧不肯离去，而在他们返回灰尘药铺的时候，果然遭遇了埋伏。猪脸画卷4人相续出战应敌，最后只剩郑大风和陈平安2人继续前行。而他们没走多远，也终于碰见了等待多时的大修士杜茂。飞升境的杜茂狂妄至极，他见到2人后直接开口询问郑大风：“听说你是离珠洞天那边的看门人，给那个古怪老儿打杂，不知道我打死了你，他有没有胆子离开那座牢笼找我麻烦？”青铜天君杨老头受到3教祖师的约束，不能离开离珠洞天。看来飞升境的杜茂是了解这件事的内幕，才会如此嚣张。郑大风对杜茂的话语无动于衷，面对这位敌人，他只是一拳递出而已。然而此时他面对的杜茂毕竟是仙人境的修为，所以郑大风这一拳递出后，杜茂直接硬扛，丝毫没有受伤。反倒是郑大风退出几步，腹部被杜茂的本命仙兵洞穿，仅是一次出手，郑大风就倒在血泊之中。眼见郑大风没有还手之力后，杜茂又看向了陈平安。杜茂可是知道左右的具体身份的，当初左右在海面上斩杀大妖时询问过陈平安的名字。听说了这件事的杜茂也由此猜测到了陈平安和文胜一脉有着极大的渊源，但他杜茂是一位不讲究的老疯子，他也就不会在意陈平安和文胜一脉的渊源事情，并且杜茂还十分厌恶剑修，所以他开口就询问陈平安能不能喊来左右。他竟想着要把左右这位剑修给狠狠教训一顿，然而没等陈平安回答，杜茂直接出手重伤了陈平安。他就想知道左右是不是陈平安的护道人，如果是，陈平安被重伤过后，左右自然就会现身。但可惜的是，左右并不是陈平安的护道人，而陈平安被杜茂重伤过后，完全不顾自己的伤势，他直接拿出了那颗12境妖丹，想以此换取郑大风的性命。如果杜茂不同意，陈平安将直接爆开这颗妖丹。面对如此贵重的妖丹，杜茂略作思量过后答应了陈平安这个请求。但是杜茂将妖丹收入囊中后，他虽然留下了郑大风的性命，但是却将郑大风的脊梁骨打碎。本拼命挣扎起身的郑大风瞬间失去武道修为，瘫软在地。做完这一切了，杜茂仍是咄咄逼人，他竟让陈平安也要拿出一件宝物换取他自己的性命，并且在杜茂眼中，陈平安的性命可比郑大风珍贵多了。因此陈平安要拿出的宝贝也就要比12境大妖内丹更为珍贵。先不说陈平安如今身上拿不出这样的宝贝，即便是有这样的东西，陈平安也不会为了买自己的性命而拿出。所以如同血人的陈平安直接摇头表示没有。杜茂却是笑眯眯打量着陈平安，他表示陈平安腰间的养剑葫芦就不错，还有那块白玉牌也不错，只可惜加在一起也买不了他陈平安的命，何况只要打死陈平安后，这些东西一样就都归于他了。说完后，杜茂再也没有戏耍陈平安的心情了，直接就要对陈平安下死手。
陈平安听着杜茂的言语，则是不想剑妈赠送的白玉牌落入他人手中，于是陈平安就想在这最后时刻把白玉牌给捏碎。可是陈平安纵然是使出全力，也无法破坏白玉牌丝毫。陈平安满是愧疚，从来不会怨天尤人的陈平安还有些委屈。陈平安缓缓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了一段语言。同时，杜茂使用本命仙兵一剑洞穿了陈平安的腹部。陈平安这场无解之局，也终将有2位真正的大佬出面解决。嚣张的杜茂到时候又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陈平安被飞升境大修士杜茂截杀，生死一线。剑妈与文胜纷纷赶来救场。陈平安面对杜茂这位大修士的截杀毫无抵抗之力，因为有东海老道人的油纸伞遮蔽天机，陈平安所遭遇的生死危机，其他人根本察觉不了。自知难逃一劫的陈平安心中满是愧疚，自己不仅没能完成与剑灵姐姐之间的约定，如今甚至还可能连累她一起深渊。面对一位飞升境大修士的霸凌，到最后愧疚夹杂着委屈的陈平安缓缓闭上了眼睛。他想到了当初和剑妈一起朗诵的誓言，于是陈平安口中喃喃道：“我有一剑可搬山，可倒海。”杜茂见此就嗤笑陈平安在诉说临终遗言，没了戏耍心情的他接着直接驾驭本命仙兵洞穿了陈平安的腹部。而在陈平安遭遇致命一击的时候，剑妈赠予的白玉牌竟也随之怦然粉碎。身在离珠洞天的剑妈瞬间察觉到了陈平安这边的遭遇。剑妈听着陈平安口中的誓言，她只是轻柔应声道：“来了。”霎时整座离珠洞天开始剧烈的摇晃，身在斩龙台施崖的剑妈身形如一剑急速掠向了陈平安所在地。剑妈雪白身影所到之处，整座宝瓶洲上方响起了一阵阵雷鸣。与此同时，身在碎山之巅察觉到剑妈行为的文胜脸色大变。剑妈有如此冒失的行径，必然和陈平安有关，而剑妈闹出如此动静，必定会被各方大佬察觉。他已认主陈平安这件事情，到时候陈平安哪还有安生日子可过？为了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文胜当即以罕见的肃穆神色，让碎山大神助他劈开了中土神州和宝瓶洲2大洲之间的屏障。文胜随之一掠，直接来到了宝瓶洲。剑妈与文胜2人几乎同时到达老龙城，老龙城也由此陷入了光阴长河瞬间停滞不前的境地。仅只有数位修士可以不受光阴长河的限制。身外身拥有12境的杜茂当然无视这个规则，不过杜茂直接被文胜和剑妈无视。同时，远古神灵转世的范俊茂也没有受到限制。当范俊茂看见剑妈的那一瞬间，他脸上充满了无穷尽的缅怀追思，最后他甚至热泪盈眶。剑妈当然没有搭理这位旧相识，他只是来到陈平安身边，将这位重伤已经昏死过去的主人轻轻抱起。他低下头，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抚平陈平安那紧皱的眉头。而文胜见陈平安没有生命之危后，不免有些指责剑妈：“你也太冒失了，动静闹得这么大，知不知道为了遮蔽你的行踪，我算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如果不是碎山大神还算讲义气，让我直接跳到了宝瓶洲北部，你这会儿就已经天下尽治了。到时候陈平安还怎么安心修行？”可剑妈压根不搭理文胜，眼见剑妈不说话，文胜也就愈发的有些心虚，毕竟是他没有保护好陈平安。而在这时，现场降临了2位看守天幕的儒家圣人。在儒家的浩然天下，每个大洲不仅有书院镇守一方，其实在各个大洲的天幕之上，还有更厉害的圣人看管着人间。同时，浩然天下李胜曾订立了一条约束飞升境大修士的铁律，如果飞升境大修士想要跨洲而行，那就必须得到儒家学宫的批准，并且还会得到严密的监视。总之，飞升境大修士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规矩。可现在自己的关门弟子陈平安就被一位飞升境修士打得濒死，这哪还有规矩可言？于是文胜忍住怒火，就找2位圣人理论。2位圣人中的中年儒士对文胜这位昔日文庙大佬很是尊重，古稀儒士则是对今生被搬出文庙的文胜很是不屑，所以就只有佩戴无赡养浩然7玉牌的中年儒士圣人回答文胜的话语。中年圣人则是说，杜茂虽然违反了规矩，但是他在临行之前的确找他们报备存过的，只是杜茂说他此次下山是关于伏击宗太平山大乱的妖族内幕之事，事出突然，他们来不及跟学宫讨要文牒，所以对于杜茂下山的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也没料到杜茂竟会打着幌子来到宝瓶洲挑衅4位圣人默认的老神君，还肆意妄为要打杀一个有可能是文胜门下弟子的年轻人。面对杜茂的不合理，中年儒士就想让古稀儒士和他一起向文胜道歉，可古稀儒士对此不仅不认错，他还对文胜满是讥讽，说文胜的学问就是搅屎棍，坏了他们儒家道统的千秋大业。这一番言语可把文胜都给气笑了。而在这时，剑妈也终于忍不住要讲道理了，只不过剑妈的道理全都在一剑之上。眼见剑妈要出手了，一直在一旁原地看戏的杜茂终于忍不住出言嘲讽。杜茂从文胜和2位圣人的聊天中自然猜出了文胜的真实身份，但是对于剑妈的身份一直都是一个谜，以至于杜茂推演天机也没有演算到剑妈的真实来历。但在浩然天下的人间，他飞升境的杜茂就是人间的顶点。杜茂可不相信眼前的白衣女子也是一位飞升境大修士，于是杜茂看着手持老剑条的剑妈便开口笑道：“怎么的，你难道也是位隐世不出的仙人境剑修？总不能是道玄山那边跑出来的飞升境吧？”剑妈依旧无视杜茂，毕竟飞升境的杜茂还入不了剑妈的眼。那位古稀儒士圣人看着手持老剑条的剑妈，压迫感十足，他看出来了剑妈的不凡，
所以面对要出手的剑妈，他立即出言阻止：“你如果胆敢出手，就是坏了此方天地的规矩。”剑妈要的就是与这座天下的规矩讲道理。既然浩然天下事事都要讲规矩，那么一位13境的修士欺负陈平安的时候，这些规矩又在哪里呢？这件事已经让剑妈对浩然天下全无好感，所以剑妈决定要打通浩然天下与蛮荒天下的壁垒，让这座天下彻底没有规矩可言。也是时候让这帮不作为只知享福的儒家门生去与妖族讲道理。于是剑妈将手中的老剑条轻轻往前一推，老剑条随之一闪而逝。老龙城上空这座中流砥柱天地之上的天幕当场破开一个大窟窿，飞剑直去到玄山那边，转瞬万里又一万里。而在婆娑州和同叶州之间的广袤海域上，剑修左右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剑气后，猛然抬头望去，刹那之间只见前方千里之外的大海像是被一把飞剑给直接劈成了两半，巨浪高如山岳往他迅猛压来。这把急速向前的飞剑气势让他这位浩然天下剑术最高者都有些触目惊心，左右当即有些疑惑，浩然天下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剑修了？难道是阿良又被道老二给打了下来？但是左右一想又不对劲，阿良可没有这么好的一把剑。当初阿良离开到玄山后，据说是去往离珠洞天寻找那一把杀力最强的剑，只是不知为何阿良最后竟然只是空手而归。左右想到此处猛然惊醒，他瞬间有些明白了阿良为何没有拿到那把剑，也明白了这把剑如今的主人是谁，同时也明白了这把剑如今现世意味着什么。这是陈平安遇到了麻烦了呀！瞬间清醒的左右立即往老龙城赶去。剑妈这一剑又能否让蛮荒天下捡一个大便宜，直接入侵浩然天下？同时剑妈和文胜又将如何处置杜茂呢？剑妈生气要打通蛮荒天下与浩然天下的通道，文庙的哪一位大佬又会赶来阻止呢？由于剑妈对浩然天下失去了好感，所以剑妈直接驾驭老剑条要打通妖族和浩然天下的壁垒。看着剑妈这一剑造出的声势，纵然是飞升境的杜茂也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他当即明白剑妈的实力绝对不是他能够与之匹敌的。而剑妈在扔出老剑条后，便要对杜茂出手了。杜茂见此，只好硬着头皮对着剑妈问道：“你既然将剑给丢了出去，没仙兵的你还想跟我拼杀不成？”杜茂手中毕竟掌握着一件仙兵，而且他所掌握的这件仙兵来历也极其不凡，乃是一条远古时代巨大吞宝晶的完整尸骸。当初杜茂光是将它炼化成本命物，就历经了整整600年。因为吞宝晶能吞世间万物，便是世间至强之物剑修的本命飞剑也能轻易吞下，所以杜茂给这件本命物取了个吞剑舟的名字。正是仗着这件本命仙兵，杜茂才会藐视天下杀力最强的剑修，还扬言要教训剑术最高的左右。如今杜茂更是仗着这件本命仙兵，对剑妈说出了拼杀2字。一个飞升境的修士加上一把仙兵，还需要剑妈拼杀？剑妈仿佛听到了全天下最好笑的一个笑话，文胜更是直接捧腹大笑了起来。要知道杜茂手中那条上古时代最大的吞宝晶就是剑妈当初给宰掉的，杜茂还是吃了年纪小的亏啊，以至于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所以剑妈便让杜茂驾驭他的本命仙兵，尽管攻击他，他站在原地不动，受一点伤就算他输。飞升境的杜茂哪受到过这样的羞辱？于是杜茂当即发怒，驾驭本命仙兵直直刺向剑妈。可当这件本命仙兵靠近剑妈的时候，杜茂心神俱颤，本命之物突然不受控制，只见那艘吞剑舟竟挣脱了主人意志，颤颤巍巍悬停在了剑妈的眉眼之前。吞剑舟充满了本能的畏惧以及对杜茂这位主人的哀怨。吞剑舟要是有道心，此刻肯定会崩损。他在远古时期已经被剑妈给杀了一次，现在是还要来一次吗？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吞剑舟当即变得无比温顺，然后他开始自主下降到了剑妈的脚边，他想以此讨好剑妈，结果剑妈直接一脚就将他给踹飞了出去，杜茂的本命仙兵也就没了作用。一旁观战的古稀如是圣人看着这一幕，亦是眼皮颤抖。其实这一次杜茂之所以胆敢如此放纵的破坏规矩，古稀圣人出力甚多，来自亚圣一脉的他觉得文胜的学问是臭苍蝇，所以他就想借杜茂之手彻底断绝文胜一脉的香火，以至于他联合杜茂把那位中年如是圣人都给欺骗了。只是他也没料到文胜一脉的陈平安竟有着这么一位强大的后台。与此同时，剑妈递出的那把老剑条即将就要到达到玄山，打开蛮荒天下和浩然天下的通道。而就在此时，天幕之上突然伸出了一只大手，拦住了那把老剑条，并且还伴随着一个威严嗓音传入了老龙城众人的耳中：不闹，下不为例。来者正是儒家排名第3的大佬亚圣。面对亚圣的话语，剑妈却是不以为然，只是回答道：要不要他下一剑把浩然天下和清明天下也打通？剑妈当然只是在说气话，不过可千万不要质疑剑妈的实力。随即剑妈将老剑条召回了手中。亚圣阻止了这场危机后并没有现身，他只是挥手将那位和杜茂同谋的古稀圣人给抓走了。古稀圣人犯下大错，必须要随他回文庙闭门思过，并且亚圣还告诉文胜，老龙城发生的事情全部交给他老秀才处理，文庙那边不会插手。文胜一听要帮着收拾烂摊子，当即骂骂咧咧找亚圣要好处。亚圣当然非常了解老秀才的性格，再说是他的弟子要对文胜的弟子出手，于是亚圣为了补偿受伤的陈平安，就将中年如是圣人腰间的那块无赡养浩然气的玉牌给留下了。亚圣离开后，剑妈也就要继续解决杜茂。此时的杜茂终于开始慌张了起来，他知道打不过剑妈，所以杜茂想要直接逃跑。
可哪知文胜随手丢出一幅山河画卷，将杜茂给收入了其中。杜茂逃无可逃，剑妈也随之进入了画卷之中。12、13镜在剑妈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没多久，剑妈拖着杜茂的一条腿走了出来。剑妈直接将杜茂这具阳神身外身给打得只剩下躯壳了。解决了杜茂后，剑妈随之又将老龙城福家那位元婴剑修的本命飞剑给折断了。然后剑妈又来到了老龙城云海中，找到了范俊茂。范俊茂见到剑妈，眼神炙热且心怀敬畏。观看整个过程的范俊茂当然明白了陈平安就是剑妈的新主人。可是当陈平安遇见危机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手相助。对剑妈熟悉的范俊茂知道剑妈出手可没有这么多理由，就算不知道也是大罪。于是范俊茂当即对着剑妈认罪，说把他杀了便杀了。这个世界如今有剑妈在就足够了。剑妈对于这位远古的旧相识也是有些无语，他怎么还跟当初一个模样？每天都是可怜兮兮的，这一下还真让剑妈下不了手了。于是剑妈就随意刺了范俊茂一剑，并不致死。但是在范俊茂晕过去时，老龙城这片云海开始疯狂地涌入范俊茂的体内。剑妈还是念着旧情助范俊茂吸收了这片云海，范俊茂也算是因祸得福。至此，陈平安在老龙城的危机彻底解除。在解决完事情后，陈平安即将醒来。陈平安和剑妈再次的相见，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陈平安在老龙城再见剑妈，又会相谈什么？裴钱见到剑妈后，竟想要喊她师娘。在剑妈助范俊茂吸收云海过后，重伤昏迷的陈平安也缓缓醒来。只不过刚苏醒的陈平安有些茫然，自己不是已经被杜茂给了结了吗？直到陈平安看到了剑妈的身影后，这才明白了过来。此时文胜已经悄悄离去，陈平安这一次遭遇生死危机，差点就害得剑妈连同他一起身陨了。所以陈平安就对着剑妈问道：他参与郑大风的事情是不是错了？剑妈只是摇摇头，表示陈平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错。于是陈平安就说，下次他会更小心些，比如学一学阴阳家的推演术，提前预知危险。这一次他就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解决的，没想到最后来了个那么高境界的修士，也就差点连累了剑妈。说完后，陈平安忍不住问剑妈是不是对他很失望。剑妈再次摇头，他从未对陈平安失望过。陈平安知道这个结果，高兴笑了起来。剑妈同样也是如此。接着剑妈告诉陈平安，郑大风被打断脊梁时，连同他9进5夫的纯粹真气也彻底给打消散了，所以郑大风现在真的就沦为了一个废人，只不过他的体魄还剩下5夫5、6进的身躯。现在文胜已经将郑大风送往了灰尘药铺疗伤去了，郑大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陈平安这才安心下来。随后剑妈还把杜茂只剩下躯壳的身外身送给了陈平安，一位12进仙人体魄的皮囊可是非常珍贵的，除了能卖不少钱外，甚至还可以让人寄居其中。就比如崔禅分出另一半神魂的崔东山，就是寄居在一具上古仙人的遗退中。除此外，剑妈还送了几块斩龙台给陈平安。送完礼物后，剑妈也就要立即返回离珠洞天继续磨剑了。毕竟现在乱世将至，剑妈必须要尽快的将沉浸了几千年之久的老剑条重回昔日锋芒。陈平安也明白磨剑一事刻不容缓，只是在剑妈临走前，陈平安突然想起剑妈行走人间身份很是敏感，于是陈平安就要把东海老道人赠送遮蔽天机的油纸伞送给剑妈。当初齐敬春去和道祖论道后，曾在道祖官道之地摘了一片荷叶送给剑妈，以便剑妈行走人间遮蔽天机。拿着荷叶毕竟还是比不上油纸伞方便，而油纸伞陈平安出发前交给了留在药铺的裴钱看管。当陈平安带着剑妈回到灰尘药铺拿油纸伞的时候，裴钱看见剑妈时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去。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裴钱竟是异常害怕剑妈。剑妈自然发现了裴钱眼含日月，并且还发现裴钱眼中的日月和他有些关联。其实裴钱之所以害怕剑妈，是由于裴钱眼中的日月是藕花福地的日月精魄所化，而当初剑妈曾斩下一块天地掉落人间，这块天地后来被东海老道人炼化成了藕花福地，所以裴钱眼中的日月精魄自然非常害怕剑妈。而当剑妈拿起油纸伞的时候，从中滑落了一枚陈平安放入其中的太平山玉牌。剑妈发现玉牌被做了手脚，立即将玉牌镇为基辅。看来只要有人胆敢算计陈平安，剑妈可是很生气的。油纸伞也算是陈平安送给剑妈的第一份礼物，所以拿到伞后，剑妈很是开心的就要离开。面对剑妈的离去，陈平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到最后他只是笑着点头而已。而在剑妈离去时，他走到陈平安身前，微微弯腰，以额头抵着陈平安的额头，轻声道：陈平安，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说完之后，剑妈直接离去。剑妈一走，裴钱便不再害怕了，于是他便对陈平安问道：这位神仙姐姐是不是就是你心中爱慕的那位姑娘？裴钱甚至还询问陈平安要不要下一次见面时喊他一声师娘。陈平安刚要跨过门槛回到屋内，结果一听到这话，直接一个踉跄，差点倒地。陈平安随即快速地捂住了裴钱的嘴，生怕这话被剑妈给听见了，并且陈平安还让裴钱让他不要乱说。裴钱却以为陈平安话中有话，于是裴钱就说嘴上不说，那便放在心里。然后裴钱就被陈平安给教训了一顿。此时文胜同样已经悄悄离开了灰尘药铺。与此同时，老龙城静止的光阴长河也瞬间恢复了正常。只是恢复过后，之前远远观战的众人陷入了蒙圈。现场不仅陈平安不见了，就连杜茂和郑大风全都不知所踪，甚至就连福家那位元婴剑修也不知为何失去了本命飞剑。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几大家族一时间也不敢再有任何动作。另外，云海之中的范俊茂也苏醒了过来，虽然他被剑妈刺伤跌了一跤，他却没有半点怨恨。如今吸收了云海，他更多的还是高兴。范俊茂直接出手帮助藕花福地4人解决了战斗。只是大战到此时，朱脸和隋右便双双战死，卢白象和魏宪也身受重伤。至此，老龙城的大战正式落幕。而要说这一次杜茂吃瘪谁是最高兴之人，那就必须是玉龟宗12境的老祖荀渊了。荀渊此次本是来宝平州看望好友，可哪知他路过老龙城时碰见了杜茂欺负陈平安的这一幕。然后他便停留下来观看了整个过程。由于荀渊是仙人境大修士，所以他没有受到光阴长河的限制，以至于他看望杜茂身外身被吊打，直接笑出了眼泪。玉龟宗和同业宗的关系毕竟势如水火，杜茂更是仗着飞升境的修为，经常欺压玉龟宗，所以荀渊看见杜茂的结局很是大快人心。但荀渊并不知道的是，杜茂这件事并没有由此完结。即将赶来的左右将会被文胜教训后去往同业宗，玉龟宗更是会因此事成为同业宗第一宗门。剑来中的文胜一脉为什么最受欢迎呢？陈平安遭遇杜茂生死危机，赶来相救的文胜在解决了老龙城的事宜后，他直接找到了东海老道人的徒弟小道童，将他给教训了一顿。毕竟小道童可是在觊觎他文胜的关门弟子。而文胜将小道童给打发走后，左右带着冲天剑气姗姗来迟。文胜看着左右这位弟子，顿时火冒三丈。左右不仅没有保护好陈平安，如今更是在诸事尘埃落定后才赶到。于是见到左右，文胜二话不说，直接就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门上，并且文胜开始痛斥左右是个没用的玩意儿，放着书不读，只知道练剑练剑。当初小气护不住，如今就连眼皮底下的小师弟也护不住，甚至更是冒冒失失赠送12境妖丹给陈平安，害得有心之人猜测到了陈平安是文胜一脉的传人这件事。陈平安也由此遭受了这场无妄之灾。一个飞升境臭不要脸的东西，在老龙城堵住了陈平安。陈平安如今才是一个5境武夫，飞升境的杜茂此次就是专程冲着陈平安去的，为的就是断了文胜一脉的香火。哪怕是陈平安在经历这件事过后也明白了此事，以至于他对着还昏迷不醒的郑大风重重地说了句对不起。要不是因为他是文胜一脉传人的身份，杜茂此次根本不可能来到宝瓶州，郑大风说不定也就不会受到如此重的伤势，他也就不会失去了武道修为了。本好意为了帮助郑大风的陈平安，最后反而愧疚了起来。而文胜在外人面前，哪怕是那个小道童，甚至是那2个坐镇天幕的儒士，文胜所谓的生气仍是点到为止，最少不会如此直白流露出来。可是他在弟子左右身前可就是半点不含蓄了。文胜对着左右一边打一边骂，而剑术最高的左右面对自己先生的一次次拍打，他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任由先生撒气。因为左右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生气和失望的先生。哪怕是文胜自求学功功得灵，哪怕是文胜的神像在文庙一次次被人移动位置搬出打烂，文胜都不曾生气和失望。而现在文胜之所以会如此的生气和失望，其实不仅仅完全是左右的问题，文胜失望的其实是文庙，是这座天下。他与亚圣的3、4之争本就别有隐情，文胜的学说并没有彻底的被认定就是错误的，可现在文庙并不想堂堂正正的证明他的学说是错误的。如今文庙有些人反而是想方设法的想杀死陈平安，以此断了文胜一脉的香火，让文胜的学问彻底断绝。所以知道真相的文胜对浩然天下很是失望，以至于他对左右格外的生气，而左右也从未见到过这样生气的先生。于是最后左右便直接对着文胜问道：先生，弟子该怎么做？文胜只是淡淡回道：你终于记起是我的弟子了，我当年是怎么对付的那尊中土五岳神祇，如今你站着里有着剑，那么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当年中土有一尊五岳神祇骂文胜弟子刘16是个茹毛饮血、披毛畜生的妖族，文胜知道这件事后，就以本命自将一整座中土五岳镇压的大半陷入地下，五岳正神当场精神粉碎。文胜一脉是最讲究以德服人，于是文胜说完后指了指同业州最北方，怒喝道：要是不服，那就干他的！左右听了后当即往南而去，他前行时一身剑气使得大海东西分开，同业宗也将威仪。当五夫第10境的李二得知了师弟郑大风出事后，他又会作何行动呢？在左右出发前往同业州的途中，老龙城在杜茂无缘无故消失后，整座老龙城也因此陷入了诡异的平静。福家更是趁机吞并了其他几大家族，福家也由此成为了老龙城实至名归的话语人。而范家则是在这关键时刻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因为范俊茂和剑妈的关系，所以范家在这紧要关头选择了庇护郑大风的灰尘药铺。对此，范家一些看不清局势的长老一致认为范家这是走了一条取死之道。而灰尘药铺这边有范家请来的医术高手疗伤，加上当初和郑大风一同前来的阴神替郑大风修补魂魄漏洞，郑大风已经从生死危机中缓了过来，只是他暂时还不能下床走动。好在赔钱在这段时间时常会来找到他聊天，有着现在乐观向上赔钱的陪伴，郑大风也慢慢走出了失去修为的阴影，并且战死的朱脸和隋右边也被陈平安用金金铜钱给复活了过来。只是朱脸此生只能止步五夫第10境，隋右边就更惨了，他已经先后战死了3次，
所以他武夫未来的境界就只能止步于第8境了。如今武夫知道对隋右边来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断头路，好在对见到痴迷的隋右边知道还有剑修这一条大道，这才使得好强的他没有到心崩溃。再说陈平安在照顾郑大风的期间，药铺的阴神给陈平安送来了一块无赡养浩然气的玉牌。阴神说是当初送郑大风回药铺的老先生给他留下的，并且老先生还让阴神转告陈平安，让他在明年开春以后再离开老龙城。陈平安当然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文胜，所以他收下了这份礼物。而无赡养浩然气这块玉牌不仅能帮陈平安更快地汲取周边灵气，更重要的是这块玉牌乃是一位看守天幕圣人的身份玉牌，还是亚圣亲自留下，因此仅凭这块玉牌，陈平安几乎就可以在宝瓶州横着走。而且只要陈平安做事不是太过分，看守天幕的圣人看在玉牌的份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在这期间，范俊茂也单独找到了陈平安。范俊茂将陈平安当初交换给他的那枚元婴妖丹给炼化完毕，如今妖丹可以用来泡酒增长武夫体魄。范俊茂其实就是为陈平安量身炼制的，毕竟陈平安可是剑妈的主人。范俊茂将妖丹交给陈平安后，他还告诉陈平安他买顶的那50枚古玉钱，如今范家已经帮他给垫付了，并且最后范俊茂还主动表示要帮陈平安炼化水字本命物。这一连串不合理的事情，当然让陈平安猜测到了范俊茂可能认识文胜或者剑妈。范俊茂对此也没有否认，他只是回答说：“你真的配不上。”范俊茂一连就说了3个真的，毕竟以如今的陈平安和剑妈当初的主人相比，陈平安还真没法比。听到范俊茂的这番言语，陈平安也明白了范俊茂认识的是剑妈。范俊茂说的就是他不配得到剑妈认主。陈平安对此只是笑着回答范俊茂：“配不配得上你说了可不算。”范俊茂一时语塞，这件事还真是剑妈说了算。与此同时，远在北距泸州的李二也得到了郑大风这边的消息。李二一家人来到北距泸州后，他的女儿李柳成为了狮子峰老祖。李柳由剑仙曹溪护道，时常进入秘境寻求机缘。被蒙在鼓里的李柳娘亲则是跟郑大风在狮子峰山下开了一间店铺，日子过得很是悠闲。而在郑大风出事后，杨老头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弟子李二。李二一听，直接就问师傅自己能不能走一趟桐叶州给师弟报仇。老头对此只是撂下一句随你。不过杨老头还有意无意地说了，杜茂在老龙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那一战，杜茂不仅失去了本命仙兵，就连仙人境的阳神分身也失去了。所以如今杜茂至多只有出入仙人境的修为。同时杨老头还提了提桐叶宗的护山大阵不太咋地，看来杨老头还是比较护犊的。他这是拐着弯让大弟子去给郑大风报仇啊，不然深知李二性格的他肯定不会将这件事第一时间告知给李二。有了杨老头的这句随你，李二也算是得到了师傅的准许。于是李二当即出发前往了宝瓶州，他要先去看一看郑大风后才会前往桐叶宗。而李二在晋升第10境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只有向更强者出拳才是他该走的大道。如今掉落至出入仙人境的杜茂恰好就是他的磨刀石。可惜的是李二并没有机会和杜茂一战，因为左右已经来到了桐叶宗。那么左右又将如何为小师弟陈平安解气呢？陈平安被桐叶州飞升境杜茂打成重伤，大师兄左右又是如何帮陈平安讨公道的呢？桐叶宗作为桐叶州实至名归的第一宗门，其宗内不仅有威势镇压一州飞升境的杜茂，此外还有数位名声显赫的玉璞境大修士，甚至就连当代宗主也是一位玉璞境剑修。同时桐叶宗还拥有一座梧桐小洞天，正因为桐叶宗有如此雄厚的底蕴，使得桐叶宗子弟与生俱来便有着超强的傲气和自信。可这一切终于在有一天发生了变化，正是浩然天下剑术最高的左右抵达桐叶宗之时，左右受到文胜的指示，这一次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小师弟陈平安讨回公道。于是左右带着滔天的怒意和剑气来到了桐叶宗。这一天桐叶宗几乎所有的炼气士都感受到了左右的这股磅礴剑气。左右人还未到桐叶宗，可他的剑气已经提前赶到，斩灭了桐叶宗的护山大阵。面对左右的突然攻击，桐叶宗上下除了几位上5境修士知道内幕外，其他人则是一脸茫然。而不管桐叶宗强行支撑起几次护山大阵，左右皆是一剑斩灭。桐叶宗主见此只得无奈现身，想与左右讲道理，可道理自己的小师弟已经讲过了，所以左右仍是一剑打退了桐叶宗宗主，以至于这位被打退的玉璞境剑修直接撞碎了一整座山头。然后桐叶宗又集全宗之力，以五彩绚丽的仙家法宝一股脑砸向左右。然而左右瞬间释放自身蕴藏了100年的剑气，剑气外放便入银河瀑布流泻人间，根本就没有一件法宝能够进左右的百丈之内。然后左右对着桐叶州祖宗山头神色淡然，像是在与人讨教学问的口气很认真道：“杜茂，我家先生发话了，要我干，要我读书有些难，但这个不难。那么问题来了，杜茂你娘还在不在时，长得如何？”结果桐叶宗上下一听到这话，顿时天地寂静，然后他们所有人的眼光都齐齐望向了一位年轻女子。听到话语的女子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竟是开始默默流泪。原来这位女子正是飞升境大修士杜茂娘亲的转世。左右这么一说，目标人物还真在眼前。对此左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手持剑的他一手挠挠头。左右是真的左右为难于心不忍，看来左右也真是缺心眼了。文胜说的只是带有情绪的话语，
可左右却把自己先生的话语理解成了字面意思。为了缓解尴尬，左右只得继续出剑逼杜茂现身。然而此时失去本命仙兵和身外身的杜茂已经跌了一大跤，他根本不敢出来迎战左右。此时的杜茂正躲在桐叶宗掌控的小洞天内疯狂地吸取灵气，他已经打定主意强行飞升，直接离开这座天下，以此来躲避左右的这一大劫，并且依照李胜制定的规矩，只要等他飞升之后，儒家必然会指派人庇护桐叶宗一段时间，到时候左右如果还敢对桐叶宗出手，可就是与浩然天下为敌了。所以纵然是左右说出了此等羞辱他的话语，杜茂也没有现身。左右猜到了杜茂在找机会逃跑，于是左右开始大肆的破坏桐叶宗的山水气运，以此逼迫杜茂现身。桐叶宗的衰败也由此开始。左右这一赌就是1个月，毕竟左右不是滥杀之人，他的目标只有杜茂一人而已。因此这1月之中，桐叶宗大小山水气运基本被破坏大半。可杜茂完全不在意宗门没落，依旧不愿现身。而要说桐叶宗衰败谁是最高兴之人，那必须就是与桐叶宗势如水火的玉龟宗了。玉龟宗主江上真甚至还亲自跑来桐叶宗凑热闹，只不过左右直接赏了江上真一剑。只是江上真在狼狈逃遁的时候仍是笑声快意至极。而在之后，杜茂终于吸空了整座梧桐小洞天的灵气，这也致使梧桐洞天怦然崩碎。然后杜茂以舍弃肉身为代价，打造出了一副身高1000丈的五彩琉璃之身法相。这尊法相现世后，杜茂直接撕开天幕，他要借此强行飞升。可左右又怎么会让杜茂如意？于是左右对着这具1000丈法身直接一剑挥出。左右一直认为人间剑术之巅只在2剑，其中一剑是那位中土读书人最得意的一剑，那一剑他随手便劈开了黄河洞天。人间最得意也是一位剑修大佬，他也即将就要登场了。而另外的一剑就一直收在他左右的剑鞘内，所以在左右挥出这一剑后，杜茂那尊已经飞升离地数千丈的巨大琉璃法相怦然碎裂，飞升不成的杜茂就此陨落。没想到杜茂当初有多嚣张，现在就会有多凄惨。剑来中李怀的一家人到底有多么的不平凡呢？随着左右一剑斩出，飞升境的杜茂就此生死道消，被斩灭的杜茂1000丈法相也破碎，变为了一份份机缘洒向四方。可左右对于这些机缘毫不在意，他只是抬头看了眼杜茂强行撕开尚未合拢的天幕。左右本可以就此飞升离开浩然天下，可是他没有选择离去，反而是立即转身向到玄山的方向急速远去。左右其实一直都想去剑气长城与妖族战斗，可是左右又不想留下先生文胜孤单一个人行走天下。当初文胜一脉的几位弟子可是相处的极好，可自发生3、4之争后，大师兄崔禅判出了文胜一脉，三师弟刘师六不知所踪，小师弟齐敬春自求离珠洞天舍生取义，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只有左右以大师兄自居陪伴在文胜的左右。哪怕文胜那次自求学功功得灵，左右也不曾离开文胜半步。也正是因为如此，左右才一直没有机会前往剑气长城。可现在不同了，文胜一脉有了新收的小师弟陈平安，如今他离开后，先生便不会只是一个人那么寂寞，所以左右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往剑气长城。同时左右的离开也代表了他彻底认可了陈平安这位小师弟。然而左右没跑多远，他就被文胜给拦下了去路。文胜拦下左右后，伸手指向了那道即将就要合拢的天幕缝隙之处，他对着左右大怒道：为何不借机离开这座天下？难道你真想要开念了那句混账话，真要左右是个死？当初曾有谶言左右是个死，所以文胜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左右前往最危险的剑气长城，也不希望左右留在浩然天下参与即将到来的妖族大战。文胜很怕左右将会成为继齐敬春之后第2个战死的弟子，所以哪怕这只是一句关于左右的谶语，文胜也不希望左右继续留在浩然天下，他只希望左右能够离开这座天下，避开接下来的大战。然而左右去往剑气长城的心意已决，所以不管文胜如何相劝，左右也不肯飞升离去。最终文胜无奈只得放任左右前往剑气长城。于是左右作揖向文胜拜别，同时左右还说了陈平安这位小师弟很不错，然后左右才似有不舍地离去。而文胜看着其实一辈子也没有真正潇洒过弟子远去的背影，他突然有些欣慰地笑道：以后到了剑气长城一定要潇洒呀，左右啊，其实你剑练得好，书读得更好。左右听到话语后大步离去，他只是在这极不喜欢的纷杂人间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施先生教得好。与此同时，老龙城那边，陈平安所在的灰尘药铺最近时常有一位神秘的老人来光顾，而在这紧要关头，胆敢来灰尘药铺之人必定不平凡，所以这位老人的出现让陈平安众人一时间拿捏不住到底是好是坏。但好在接触了几次后，众人发现老人并无恶意，这才放心下来。而其实这位神秘老人正是玉龟宗老祖荀渊。荀渊自瞧见了在桐叶州嚣张至极的杜茂因陈平安栽了大跟头后，高兴至极的他就暗暗想着要好好感谢一下陈平安。再者加上陈平安这份背景，结一份善缘也总归是一件好事，所以荀渊便每天都去灰尘药铺买东西。而且这荀渊也是一位大大的妙人。荀渊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他极其喜欢通过法宝看美女仙子直播，然后以1尺枪的别名远程疯狂地打赏那些看入眼的美丽仙子。因为荀渊是一位仙人境大修士，再加上玉龟宗这座极其富有的宗门支撑，所以荀渊往往每次出手都极其大方。
一次打赏个几十颗最珍贵的小鼠钱完全不在话下。因此荀渊的别名一尺枪在仙家直播圈子赫赫有名。也正因为荀渊的这个爱好，以至于他很快的就和猪脸和能下床的郑大风打成了一片。三个人也是时常聚在店铺外欢言笑语。再说另一边，李二在回归宝瓶洲的途中气势一路攀升，他竟莫名其妙就入了武道10境中的归真境界。在武夫的第10境还分别有着3层境界，分别是气圣、归真和神道，而这3个境界又分别对应着炼气师玉仆境、仙人境和飞升境。所以踏入归真境的李二已经相当于一位12境的大修士，可见李怀的一家人是有多么的不凡。父亲李二归真境武夫，姐姐李柳乃是远古水神转世，李怀更是言出法随。就连看似最为普通的李怀母亲，也是常年在9境和现在10境武夫的撞击下安然无恙。甚至李怀的母亲还是一位胆敢把杨老头也谩骂无言的妇人，所以又有谁敢说李母就是一位普通人？李二随着仙家渡船回到宝瓶洲时，由于仙家渡船路过了离珠洞天，所以李二先是回到小镇看望了自己的师傅，然后他才南下前往老龙城。那么李二在见陈平安和郑大风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本就衰败的同业宗在遭遇李二的打击又能否挺下来？李二为师弟郑大风一人打上同业宗到底有多猛呢？在李二回到离珠洞天的时候已经到了新年时节，陈平安则是要依照文胜的嘱咐在老龙城待上一段时间再继续出发。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范俊茂给陈平安送来了3袋子的金金铜钱和一块老龙布与配灵宝，说是大黎王朝和福家赔偿给陈平安的礼物。这一次杜茂来到宝瓶洲毕竟是有大黎王朝的授意，大黎王朝对于陈平安和郑大风本不会主动招惹，可杜茂却将2人打成重伤，如今杜茂更是因此生死道消，所以被牵连的大黎王朝不得不拿出好东西补偿陈平安和郑大风。老龙城福家同样难逃罪责，并且范俊茂送完后还说大黎王朝赔偿的金金铜钱以后还会有，福家同样也会再拿出1件半仙兵赔偿陈平安。至于打伤郑大风的事情，杨老头则是和大黎王朝做了交易，以郑大风失去9境修为的代价，换来了范俊茂将来成为大黎南岳正神的位置。郑大风对此也不在乎。再过了几日后，李二终于抵达了老龙城。李二看着失去修为的郑大风，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他对师弟郑大风的感情全都在行动中。李二只是特意感谢了一番陈平安，因为之前李二去山崖书院看望儿子李怀的时候，李怀懂事了不少。李二知道是陈平安一路相送的时候教导的成果，当年齐先生教李怀教得好，如今齐先生走了，但现在陈平安也教得很好，所以李二对陈平安很是感激。李二说他一般只有家里人受了欺负才会出拳，但是他保证今后只要陈平安让人捎句话要他李二去捶谁，他李二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立马就会赶去帮陈平安捶人。由于李二急着要去同业州拆杜茂的祖师堂，所以他说完了这些话后转身就前往同业州去了。而在李二离开后，陈平安正式开始教导如今已经心怀善意的裴乾练习剑气18铁。然而裴乾仅仅只用了几个小时就练到了剑气第3铁，这着实把陈平安狠狠地打击了一顿。要知道当初陈平安入门第1庭就足足苦练了几个月之久，只能说天赋高就是任性啊。之后又过了几天，太平山黄庭来到了灰尘药铺，黄庭本前往追杀蛰伏在太平山大妖白猿去了，但白猿被东海老道人给扔进了藕花福地。黄庭寻找无果，最后也就被宗门给叫了回去。然后宗门一番追查下，发现同业州大妖作乱的首领竟然是当初太平山的那位陨落的天才元婴修士。这样一来，同业州蛰伏的3位大妖有2位都出自太平山，这让太平山很是羞愧难当，并且那位妖族首领还用太平山玉牌算计了陈平安。因此黄庭此次正是代表宗门前来给陈平安道歉的，并且黄庭还给陈平安一行人讲述了同业宗的遭遇。黄庭说同业宗先是招惹到一名剑仙断了杜茂的飞升之路，没消停几天就有个10境武夫从山脚一路打到了祖师山之巅，把同业宗的祖师堂都给拆了。而且这位武夫登山从头到尾除了玉龟宗几个玉仆境修士的攻势他稍稍躲避外，其余所有中武境修士那汉子则是一律站着不动，随便他们使用法宝丢在他身上跟挠痒痒似的。玉龟宗的江上真更开心，直接弄了条阁楼渡船悬停在同业宗上空，大摆宴席盛情款待8方来客。最后玉龟宗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莫名其妙成为了同业州第1大仙家。陈平安一听便知道了打上同业宗的2人是大师兄左右和李二。而在黄庭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竟在灰尘药铺看到了玉龟宗的老祖荀渊。荀渊此时正和郑大风猪脸聊着仙子打架，很是起劲。黄庭作为太平山年轻一辈的翘楚，他自然见到过荀渊的真容，所以当黄庭看见荀渊的时候直接给惊呆了。一个玉龟宗仙人境的老宗主在这凑什么热闹？好在荀渊发现黄庭后使劲朝他眨眼，明悟的黄庭也就只得假装不认识这位老宗主。
而黄庭在向陈平安道歉过后，他得知裴前自称是陈平安的开山大弟子，黄庭便传授了裴前一套剑术和一招刀法，以此补偿对陈平安的亏欠。黄庭办事雷厉风行，在教导完裴前后，黄庭便前往了北距泸州历练去了。而接下来玉归宗寻渊便要和陈平安坦白身份了。藕花福地4人组将会有1人去往玉归宗，陈平安也将会启程离开老龙城。陈平安在老龙城遭遇危机后，又获得了哪些补偿呢？在太平山黄庭离开灰尘药铺后，陈平安也开始准备要离开老龙城了。玉归宗仙人境老祖寻渊见此，就向陈平安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寻渊表示，他看出了隋右边未来武夫境界不会走得太高，隋右边已经战死了3次，他此生在武道只能登顶第8境。没想寻渊竟看出了隋右边的武道瓶颈，同时寻渊还看出了隋右边是一位极其稀少的先天剑胚，拥有剑仙资质，他的剑心极为的精粹澄澈，以他的天赋以后有极大的可能会成为上5境剑修，所以寻渊就想把隋右边带回玉归宗培养，并且寻渊保证最多2个甲子，他便会让隋右边成为一位元婴剑修，再过100年今生上5境也不在话下。陈平安当然也知道武夫之路对隋右边来说成为了断头路，而要是让隋右边转剑修大道，陈平安的家底肯定没法和玉归宗这座同叶州如今最强的宗门相比，所以现在让寻渊带走隋右边对他修行更为有利，在玉归宗的支持下，隋右边的修行只会更快。于是陈平安询问了隋右边的意见，隋右边刚开始也没有说答应或是拒绝，反而莫名其妙岔开了话题，说那没离开多久的黄庭长得很是绝色，还询问陈平安有没有对他动心。陈平安表示压根没有，隋右边就嘲笑陈平安是不是有病，身为男子连左拥右抱的念头都没有。隋右边可也是一位大美人，其实如果此时陈平安说要他隋右边留下，那么隋右边肯定不会答应去往玉归宗，可陈平安终究没有说这样的话，于是隋右边答应了跟随寻渊前往玉归宗，不过他还要与陈平安一行人再行走一段路程。2人做完约定，寻渊就此离开。之后陈平安在范俊茂的帮助下成功炼化了齐先生赠送的水字印为本命物。在做完这些事情后，陈平安就打算离开老龙城了，只是在离开前，文胜又让阴神给陈平安送来了礼物，说是同叶宗那边正式给出的补偿，分别是一件同叶直尺物和2块飞升境渡劫失败生死道消后的琉璃碎块。飞升境修士的琉璃碎片极为稀少，所以这等宝物任何上5境修士都会对其垂涎3尺，而这一次杜茂飞升失败，同叶宗一共就只获得了3块琉璃碎片，现在为了补偿陈平安就足足拿出了2块，可见同叶宗的道歉还是非常有诚意的。除此之外，文胜还特意给陈平安准备了2套护山阵法，毕竟陈平安在离珠洞天还是拥有数座山头。而在阴神离开后，范俊茂也给陈平安送来了福家最终的补偿，是一把名为剑仙的半仙兵。收完礼物后，陈平安在老龙城终于释了，于是第2天陈平安就带着一行人乘坐仙家渡船离开了老龙城。陈平安此行的目的地为青鸾国，他准备去寻找张山峰和徐远霞。而陈平安一行人离开后，教训完同叶宗的李二回到了老龙城。福家之主知道后也是很有眼力劲，他当即就把引发郑大风祸事的长子福东海带到了灰尘药铺，毕竟李二可是跑去把同叶宗的祖师堂都给拆了，要是他福家还不拿出一点诚意向郑大风道歉，福家的祖师堂可不够李二拆。而当福气带着长子上门道歉的时候，由于杨老头已经用郑大风付出的代价换来了范俊茂南岳正神的位置，所以郑大风也就不想继续对福家发难。可李二却是直接出手打断了福东海的长生桥，并且李二还想去福家的祖师堂逛一逛，但被郑大风给拦下了。不过那位欺负了灰尘药铺的方家公子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郑大风让阴神用隐秘术将那位罪魁祸首的3魂7魄做成了施展油灯，由此这位恶毒的贵公子便需要日日夜夜遭受神魂灼烧的痛苦。至此郑大风在老龙城事情彻底了结，制造这场祸事几位人物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李二率先回到北距泸州，失去修为的郑大风则是回到了离珠洞天。那么回去后杨老头会不会帮助郑大风恢复修为呢？陈平安这一次带着几位高手再次遇见张山峰和徐远霞后，又会发生怎样的趣事呢？不知师猛的张山峰到底有多灯下黑，他的师傅火龙真人究竟又有多厉害呢？陈平安一行人离开老龙城后来到了青鸾国。当初陈平安去往道玄山给宁瑶送剑的时候，他曾在途中结交了张山峰和徐远霞2位好朋友。当时陈平安与他们分别时，2位好朋友所行的目的地正是青鸾国，所以如今陈平安就想着来这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青鸾国碰见2位好朋友。于是到达青鸾国后，陈平安一行人就一边往北一边打听2人的踪迹，直到有一天当他们行至一处荒郊野岭的时候，突然地动山摇，接着远处还有一头巨大妖物好似在遭受着巨大痛苦仰天咆哮。为了避免妖物伤及无辜，陈平安就让魏宪和隋右边前去查探了一番。如今隋右边可是画卷4人组最强之人，加上有魏宪策应，就算他们前去遇到危险也能全身而退。而2人返回后，他们说造成这番动静的是因为有一大帮子山泽野秀，不知怎么找到了蛰伏在此地数百年的地牛，一众修士想要将其围杀，获取地牛那副肉身的天才地宝。
但是被2个多事之人拦住了，一个是用桃木剑的年轻道士，一个是持刀的大然汉子。双方没谈拢就大打出手了。陈平安一听阻拦2人的样貌，这不就是张山峰和热心肠的徐远霞吗？所以听完话语的陈平安二话没说，直接就御剑冲向了大战现场。不明缘由的画卷4人带着裴钱也接连跟上。等陈平安赶到现场的时候，果然是张山峰和徐远霞在保护一头受伤的地牛，远处还有一群野修虎视眈眈。此时张山峰和徐远霞皆受伤不轻，而当2人看见久别的陈平安，也是直接给愣住了。然后回过神的2人满是笑意，2人再无半点受伤的颓丧神色，瞬间变得神采飞扬，好不痛快。相同陈平安的眼神在这一刻可能比眼含日月的裴钱还要明亮。他握住2位朋友的手，大笑道：“我就知道天底下只有我那2个朋友张山峰和徐远霞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其实这一次是有一位金丹野修聚拢了一众人，想来此地杀妖夺宝。但是地牛作为一种独特的妖物，它有一项技能可以牵动地脉，引发地震。地牛虽天生性情温厚，根本不会主动引发，可要是把它给逼急了就两说了。并且这一次被众人围杀的地牛乃是头无限接近金丹的妖物，如若是被它引发地脉，那么方圆千里都将被波及，到时候肯定会死伤无数。可这一众野修根本不会在意凡人的伤亡。张山峰和徐远霞深知地牛引发的灾祸之大，所以他们2人遇见后才会出手极力的保护这头地牛。不过现在有了陈平安的出现，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只是陈平安并没有依靠武力强行赶走这些人，而是用了不少的雪花钱买下了地牛的性命。如今已经能口吐人言的地牛也是非常感激陈平安几人。由于地牛的修行之地被破坏，他只得暂时跟随陈平安一行人上路。之后陈平安的队伍便又多了张山峰和徐远霞和一头黄色地牛，一行人畅快淋漓地走上了一段江湖路。但是没过多久，张山峰的师傅就来了。当时陈平安正和张山峰赔钱饭后散步，在他们前面就出现了一位穿着黑色道袍、绣着2条鲜红火龙的道人。陈平安如临大敌，张山峰则是直接愣在当场。一向胆大的赔钱更是不敢直视这位道人。随即回过神的张山峰向陈平安介绍了自己的师傅，而由于张山峰在之前受的伤势还未彻底痊愈，所以在他师傅发现他的伤势后勃然大怒，说着就要张山峰报出对方的名字。本以为张山峰的师傅会去为他报仇，结果没想到他师傅只是说要去扎对方草人，害得张山峰当时就觉得摊上这么个师傅实在是没脸面见陈平安。张山峰一直都以为自己的师傅很弱鸡，但其实他的师傅是一位超级厉害的人物。他师傅名叫火龙真人，是一位飞升境圆满的大修士，浩然天下10大高手之一。曾经的龙虎山外姓大天师，更是北距泸州黑白2道的总瓢把子。在剑修最多最嚣张的北距泸州，他以一身道法将整个州镇下。在外人眼中，火龙真人凶残无比，可在弟子面前，火龙真人却是另一副面孔，以至于张山峰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师傅有多厉害。不过张山峰虽不知道师傅的厉害，但火龙真人见到陈平安后，一眼就看出了陈平安重建长生桥的事情，并且他还点出了陈平安炼化的水字本命物相当不凡。陈平安瞬间明白了张山峰师傅是一位高人，这让陈平安不禁感叹张山峰的灯下黑。此次火龙真人出现是要带张山峰前往中土龙虎山。临走之际，陈平安把当初在城隍阁中获得的天师府雷法印章送给了张山峰，作为临别礼物。而火龙真人为了不让徒弟欠下这份赠礼因果，他便出手随意点了陈平安2下。殊不知正是这2下，火龙真人将2团真气打入了陈平安体内，以助陈平安修行。只是陈平安完全没有任何感觉。随后火龙真人带走了张山峰，陈平安将这个消息带给了徐远霞后，徐远霞也生出了想家的心思。于是徐远霞在和陈平安彻夜畅谈大醉后，他也随之离开了。虽然这一次3人只是短暂的相聚，但陈平安还是非常开心。而在他们2人走后，陈平安队伍又迎来了一位白衣少年郎。在崔东山之后加入陈平安门下的裴钱，是如何保住成为陈平安开山大弟子身份的呢？在张山峰和徐远霞离开后，崔东山突然出现在了陈平安身前，并且崔东山出现后立即就开始了表演。他一边哭着一边诉说着他救驾来迟，以至于让先生陈平安在老龙城受了这么多冤屈。结果可想而知，陈平安直接将这位没脸没皮的弟子给一脚踹到了一旁。裴钱看着崔东山却是如临大敌，怎么突然冒出个家伙跟自己抢师傅先生来了？画卷4人则是对崔东山有些看不透，而崔东山的到来也意味着崔禅对陈平安布下的问心局即将完成。除此外，崔东山此行也是奔着画卷4人而来，同时他也为了大理给陈平安带来了一场交易。因为陈平安从偶花福地带出的4人都身负大武运，无论他们加入哪个国家的机关，那么该国的武运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如今大黎王朝正值南下统一保平州的关键时刻，如果陈平安带着4人加入保平州，别国可是不小的损失。所以国师崔禅就想让4人加入大黎，以此来提升大黎的武运。为此，杨老头出面为陈平安和国师崔禅做了交易，只要让魏县4人入了大黎籍贯，大黎王朝将会为陈平安准备土属性的本命物，而且是未来整个保平州的武乐土壤。
故迁一州的五岳图品阶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对此，陈平安并没有立即做出回答。崔东山也不着急，毕竟他来此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这件小事。接着，崔东山还向陈平安聊起了杜茂那具阳神身外身。崔东山告诉陈平安，这具身体可是相当于仙人境修士的体魄，其坚韧程度足以媲美9境武夫，更别提这副仙人一退早就给杜茂打造经营的类似一座小洞天福地。如果谁能够鸠占空雀巢入主其中，谁就得了一条必然跻身上5境的大道坦途。因为崔东山的到来，杜茂这具身外身也将入驻一位特别的人物。之后，崔东山便留在了陈平安的队伍，但是崔东山留下随着队伍出发，无论上山下水，崔东山除了跟陈平安说些马屁话，他与裴钱和画卷4人完全没有交集。崔东山在队伍中的表现也极其的碌碌无为，但即便是这样，画卷4人依旧不敢小觑崔东山。裴钱更是在相处中莫名的有些害怕崔东山，以至于他主动找到陈平安要放弃他一路嚷嚷的开山大弟子这个身份。裴钱说他可不敢跟崔东山相争，还说他以后就喊崔东山大师兄好了。结果这句话恰巧就被崔东山给听见了。崔东山可是崔禅的分身，当初崔禅又曾是文圣一脉的大弟子，大师兄他已经当过了，并且他这位大师兄至今可还背负着叛徒的骂名。所以崔东山对于大师兄这个身份很是不感冒。所以当崔东山听见裴钱要喊他大师兄，崔东山就很是来气。裴钱因此算是保住了大弟子的身份。而崔东山加入队伍的期间，虽然没有过多的和队伍其他人交谈，但是崔东山一路可把画卷4人和裴钱全给观察得透透彻彻。于是在有一天，崔东山找到陈平安说他要帮陈平安敲打一下画卷4人。其实这一路走来，画卷4人虽然都在极力的帮助陈平安，但能鉴察人心的陈平安还是隐隐感受到了他们其中有人隐藏了秘密。所以这一次陈平安就准许了崔东山的敲打行为。而接下来画卷4人面对崔东山的出手，他们又能否招架得住呢？齐敬春对宁瑶的临终赠言都说了什么呢？自崔东山加入陈平安队伍后，他就发现画卷4人对陈平安这位主人并没有过多的尊重，甚至崔东山还从4人中感受到了一股针对陈平安的杀意。所以崔东山就准备出手帮陈平安敲打他们，杀他们的锐气，也顺便揪出那个想对陈平安出手之人。首先遭殃的就是朱脸。朱脸作为实至名归的武疯子，崔东山就对其爱好找朱脸与他过过招，只要朱脸赢了就可以得到一件直尺物。对于崔东山这位不知深浅的人物，朱脸刚开始本没有答应应战，于是崔东山便自报了境界，说出了他不是什么地仙元婴高手，并且他还可以站在原地不动任由朱脸出手。朱脸可刚刚突破到了武夫第8境，所以给崔东山这么一忽悠，朱脸还真答应了与他过招。然而崔东山的境界确实是不算太高，但曾经完整的崔禅可是一位仙人境大修士，所以由崔禅分离出来的崔东山身上所带的法宝数不胜数。崔东山对上朱脸的时候还真就站在原地，他只驾驭层出不穷的法宝就打得朱脸抬不起头。打服了朱脸后，崔东山并没有发现朱脸有任何不对劲，然后崔东山又找到了卢白象下棋。卢白象作为藕花福地历史上的围棋最强手之一，他来到浩然天下后就听闻了崔禅和白帝城主的巅峰对弈，所以卢白象对这两人很是崇拜，甚至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与自己的偶像对弈一局。殊不知这一次他与崔东山的对弈，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个愿望，卢白象也自然而然地惨败给了崔东山。从两人对弈中，崔东山发现卢白象也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卢白象还透露了魏县可能撒了谎。当初东海老道人曾给他们画卷4人每人都送了一句话，如今他们4人都已经将自己的话语给讲了出来，但其实他们其中有人撒了谎，并没有讲出实话。现在崔东山就以对弈让卢白象说出了他心中猜测的那个人，而卢白象讲出可能是魏县后，崔东山并没有立即去找魏县，他率先找到了隋右边。隋右边作为4人组中最高冷的一位女子，她对陈平安的态度可谓是最差，她在队伍中的表现也完全是随性而为，恰巧这样的人是最不可能会撒谎的。而面对崔东山的拜访，隋右边也是压根不搭理，直到崔东山拿出了可以修炼本命飞剑的秘籍后，隋右边才改变态度。毕竟隋右边可是要由武夫转剑修大道之人，所以现在能得到养出本命飞剑的秘籍对他至关重要。崔东山将秘籍交给隋右边的同时，还送了3个字给他：不忘本。崔东山是要隋右边去往玉龟宗后，不要忘记陈平安这一路对他们的付出。最后崔东山找到了魏县。崔东山不愧是浩然天下最厉害的棋手之一，他仅是凭借和其他3人的对话，加上他向陈平安了解的画卷4人来历背景，他便肯定了是魏县要对陈平安图谋不轨，并且崔东山还猜到了具体原因。原来魏县在藕花福地曾有一位非常宠溺的女儿，可是不幸这位小公主年幼早夭。作为皇帝的魏县当初为了女儿，甚至派遣了宫廷方士四处去寻访仙人，最后自然是没有结果。可东海老道人为了算计陈平安，就把魏县脑中女儿的样貌改成了赔钱的模样，并且东海老道人还告诉魏县，只要杀了陈平安，他魏县的女儿就能借赔钱的身体复活，这样一来他们父女就能在浩然天下重逢了。而魏县之所以到现在还未曾对陈平安动手，是因为这一路赔钱和魏县走得最为亲近，一来二去魏县和赔钱也产生了浓厚的感情羁绊，所以魏县就陷入了犹豫。
他不忍为了复活女儿而害死裴钱，以至于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对陈平安出手。其实魏宪在犹豫，在等机会。聪慧的陈平安同样早就察觉到了魏宪的异常，他也在等魏宪出手。陈平安之所以没有率先动手，只不过是在给魏宪回头的机会罢了。崔东山这滴水不漏的证据，也让魏宪猜到了崔东山就是国师崔禅这个身份。被猜到身份的崔东山不仅对魏宪有些刮目相看，于是崔东山就和魏宪做了个交易，由他崔东山帮助魏宪复活女儿，魏宪则是要留在他身边帮他做事。毕竟魏宪曾是横扫诸国的一方君主，如今大理铁骑南下，缺的就是他这样在军中运筹帷幄之人。看在国师崔禅的身份上，魏宪答应了这桩交易。与此同时，身在云霞山的蔡京简很久前就受到齐敬春的委托，要他现在将一幅光阴画卷寄往剑气长城给宁瑶。画卷的主要内容是陈平安之前给宁瑶送剑一路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在画卷之上还有齐先生送给宁瑶的临终遗言。齐先生说他有个不情之请，恳请宁姑娘考虑，这样的陈平安会善待世人，那就请宁姑娘善待陈平安。若是最后宁姑娘仍是不喜欢陈平安，没有关系，只请莫要让他的小师弟在情之一字上太过伤心。齐敬春在此拜谢。蔡京简在寄出画卷前看着齐先生的赠言，他只觉得齐先生总是让人如沐春风。藕花福第四人组是在什么时候离开陈平安的？在崔东山敲打了藕花福第四人组后，陈平安同意了让画卷四人加入大理王朝籍贯，大理也将要为陈平安准备土属性本命物，并且在这期间，崔东山发现陈平安身上所带的符箓中寄居着一只名叫石柔的女鬼魅，石柔还是当初陈平安在采邑国城隍庙给捉到的。崔东山就出主意让石柔寄居在杜茂的那具身外身之中，这样一来，陈平安身边也能慢慢多出一位有潜力的大手。于是，在崔东山的炼化下，石柔成功鸠占鹊巢，入主杜茂的仙人一退。也是由此，陈平安身边多了一个喜欢梳妆打扮的壮汉。因此，刚开始就算是陈平安看见杜茂有着一双娇羞眼神，兰花指捻着衣角，脸颊还附带着粉红胭脂，也免不了一身鸡皮疙瘩。不明真相的画卷四人看着石柔更是别扭。不过在石柔出现后不久，隋右便终于做出决定，要提前去往玉归宗。只是隋右便在与陈平安告别的时候，他还是对离去有些不舍，甚至他三番几次期望陈平安能够主动将他给留下，但陈平安心中只有宁瑶一个女孩的位置，所以陈平安只是嘱咐了隋右便一些话语后，就放任他离去。而在隋右便离开后，卢白象也随之向陈平安请辞。卢白象准备独自一人好好的游历一番，浩然天下，然后他才会回到陈平安的家乡，继续为陈平安效力。陈平安当然也准许了卢白象的离去，而魏宪也答应了要跟随崔东山去往大理军中出力，所以画卷四人最后只留下了朱脸一人在陈平安身边。其实经过崔东山的敲打，画卷四人除了朱脸全被崔东山给收服，但朱脸虽然被崔东山用法宝给打服了，可是朱脸才情极高，纵然是崔东山也无法彻底说服朱脸，所以留在队伍的朱脸只有等陈平安自己将他收服了。到此藕花福第四人组也算是暂时收官。至于裴钱，崔东山单独找到他，给他看了一幅光阴画卷，里面记载了陈平安从小至今所有的画面。崔东山告诉裴钱，不要觉得你小时候已经那么苦了，陈平安却没有体谅过你，但你有没有想过，陈平安并非未曾体谅过你，而是他已经对你的苦习以为常了，因为他的童年其实不比你裴钱好。看完光阴画卷后，也让裴钱理解了陈平安的不易，并且之后崔东山还送给了裴钱一个锦囊。崔东山让裴钱在陈平安最生气的时候交给他，在解决了陈平安这边的麻烦后，崔东山也就要带着魏宪离开了。离开前，崔东山为陈平安做了之后行程的规划。崔东山让陈平安离开青鸾国后，先去大隋书院提升实力，此后是就地重游采邑国、疏水国一带，还是返回龙泉郡看一看老宅，问题都不大。总之，他让陈平安最后去往书简湖看望顾灿。崔东山这么一规划，陈平安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但他又说不出道不明。其实国师崔禅早已在书简湖对陈平安设下了一场问心局，就等着陈平安往里面跳。崔东山就想让陈平安晚点去往书简湖，如今书简湖在几方大势力的设局下早已大乱，崔东山就想让这场乱局平息后，让陈平安再入局，到时的局势只会对陈平安更加有利。只可惜崔东山受限于崔禅的约定，他也就不好对陈平安提点太多，陈平安也终究难逃这场问心局。最后崔东山拜别了陈平安后，也就带着魏宪离去。陈平安队伍至此也剩下朱脸、裴钱和石柔了，而接下来裴钱也即将见到李保平和李怀了。崔东山在和陈平安走了一小段江湖路后，他也就带着魏宪和那头地牛离开了。而在崔东山离开后，他又托人给陈平安送来了一块大理的太平无事牌，还有一袋作为他拜师里的普通铜钱。陈平安收好东西后，往山崖书院继续出发。由于现在裴钱已经彻底从恶为善，成为了一位活泼开朗的小姑娘，陈平安早已不再厌恶裴钱了。而陈平安也深知自己和宁瑶还有剑妈都有着约定，他以后可能极少有时间陪伴裴钱，所以陈平安为了让裴钱有一个完美的童年，这一次路程他特意走了很是缓慢。陈平安趁着这个时间带着裴钱走遍了途中所有的名胜古迹，一路游山玩水，让裴钱开心不已。只可惜没过多久，
当他们路过一座名叫狮子园的时候，陈平安又要开始做正事了，因为这狮子园有一头妖物作乱。这狮子园本是亲王国一名柳姓大儒辞官归隐之地，这名刘老侍郎在位时是难得的清官，可最近狮子园突然出现了一头狐妖，要娶这老侍郎的女儿。老侍郎自然是不会同意将女儿嫁给一头妖物，为此老侍郎几乎耗尽家产，聘请了很多修行之人前来降服妖物，可请来的高手无一例外全给这头狐妖给打跑了。直到陈平安一行人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在考察了柳氏家风后，陈平安便留下帮助狮子园解决了这场危机。同时陈平安发现刘老侍郎的2个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小儿子柳青山虽然瘸了一条腿，断了仕途，但柳青山读书的浩然正气却是引来了2位中土神州的圣人，隐姓埋名在这狮子园考察柳青山，并且还有一位尸刀房的女修士对他不离不弃。大儿子柳清风就更不得了了，柳清风是亲鸾国的县令，但是他早已加入了大黎的麾下，因为刘老侍郎亲名极高，并且他在亲鸾国乃至周边几国的影响力极大，所以在刘老侍郎文人风骨的带领下，亲鸾国和周边几国的文人根本不可能臣服即将南下的大黎。到时候大黎不仅攻破这几国难度增加，而且攻破后难免会有一场对这群刚正不阿文人的大清洗，到时大黎必定会留下千古恶名。于是柳清风主动出面算计了自己的老爹，让刘老侍郎身败名裂，至此以刘老侍郎为首的文人集团溃散，大黎也不会犯下滔天杀戮，这对于大黎今后的统治更为有利。虽然柳清风算计了自己的父亲，但是这对父子对此事也算是心有灵犀，并且柳清风早在算计之前就把家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最后妹妹脱离了牵扯，走上了修行大道，弟弟柳青山也给他送走出门远游去了。他对弟弟的不解和失望仅一笑而过，这一切全部都由他柳清风来扛。柳家的传承名声则是留给自己的弟弟，就连崔禅对柳清风的评价都极高。而这一切事情完全都是在陈平安解决了狮子园的麻烦后才发生的，并且在柳清风大计完成的时候，李保平的二哥李保真也来到了青鸾国为大黎南下铺路。李保真极为自负，而且他一直都想除掉陈平安。崔禅为了能让李保真堪当大人，也就借陈平安来敲打了一番李保真。崔禅故意让李保真知道了陈平安的行踪。当初陈平安送李怀他们去往山崖书院的时候，李保真就曾动用朱露想杀掉陈平安，只不过最后被陈平安化解。所以这一次李保真在知道了陈平安行踪后，自然就再次准备对陈平安出手了。结果李保真就被察觉的陈平安给堵在了狮子园，换做其他人2次谋害他，陈平安早就将他给除掉。但对于李保真，陈平安可是答应过李希胜要放过他一次，所以这一次陈平安只是将李保真给狠狠教训了一顿，并拿走了李保真2件保命物后就放了他。之后陈平安一行人继续启程。与此同时，身在藕花福地的陆台很是看重曹晴朗，以至于他揠苗助长，给曹晴朗灌输了很多学问。还好重秋及时阻止了陆台。自陆台进入藕花福地后，陆台因陈平安的关系已经与曹晴朗和重秋十分熟悉，因此陆台十分惋惜藕花福地的文武圣人重秋。其实只要重秋愿意离开藕花福地，他将来的成就只会更高，但是重秋只愿意跟陈平安走，所以陆台无论怎么也收服不了重秋。有此人在，陆台更是连曹晴朗也拿不下，这让陆台很是头疼。好在重秋和曹晴朗终有一天会走出这片小天地，陈平安也终于要到达山崖书院了。为什么说李怀口含天线言出法随？山崖书院陈平安已经很久没有书信寄往这里了，而当初随陈平安来到书院的几位学童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所以没了主心骨的他们几乎不会主动相聚。李保平在书院中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很喜欢离开书院去往山下的大隋京城闲逛，并且李保平知道同他前来的其他人现在不再那么惦念他的小师叔了。不过李保平觉得没关系，他们那几份惦念全由他找不回来就是了，他会一个人多想一想自己小师叔，以此来补全其他人的那一份惦念。李怀因为打心底很是害怕李保平，所以他也就很少去找小保平玩。不过在这段时间，李怀在书院结交了2位好朋友，一个是天资卓绝的韩族子弟，一个是生于世代簪缨的大隋豪阀门第。有了这2位好朋友的陪伴，李怀在书院的日子倒也过得很是愉快。再说林守一现在已经是山崖书院公认的天之骄子，自进入书院后，林守一就被一位善于修行的夫子收入门下。现在林守一做学问与修行两无，深受书院诸多夫子们的重器。林守一更是时常被夫子带出书院寻求机缘，这也导致他在书院的时间大半减少，加上回到书院后还要修行，他也就和李怀等人的见面越来越少。至于余禄，他进入书院后结识了大隋皇子高轩，两人在书院形影不离，关系莫逆。可因为大黎和大隋签订了山盟后，皇子高轩被作为质子送去了大黎的黎珠洞天，余禄也就又成为了一个人。谢谢则是在书院照看崔东山的院子，极少出门。再加上余禄和谢谢本就是中途加入陈平安队伍，他们俩也就和李保平他们3人的关系没有多么深厚。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是越来越淡了。如今他们来到书院已经3年之久了，陈平安也有3年时间没有来看望他们了。一开始陈平安还会给李保平写信计划卷，可现在连书信都没有了，陈平安好像已经把他们给忘记了。
而他们几人中最为思念陈平安的就属李怀和李宝平了。两人苦等陈平安的到来，直到这一天，李怀在书院意外碰见了李宝平。小宝平以为李怀已经将小师叔给忘记了，所以李宝平就不打算搭理李怀。都说老乡见老乡凉，眼泪汪汪，可现在李怀好不容易看见李宝平，李宝平却不理睬自己，李怀顿时有些哀怨和委屈。于是李怀便从地上找了根树枝，蹲地上圈圈画画。李怀开始有些想念和陈平安一同来山崖书院的日子了。那时候几人一路上可都互相扶持，很是开心，与现在的他们日渐陌路完全不同。所以李怀莫名的有些想念陈平安了。李怀画着画着，突然心有灵犀，他想起上次自己在地上写了爹娘后，他们果然就来书院看望自己了。李怀就想着是不是写一写陈平安的名字，陈平安也会出现在山崖书院。于是李怀便开始写陈平安3字，只可惜没等他写完，一旁不愿搭理他的小宝平见他写小师叔的名字着实难看，所以李宝平便出手将李怀没写完的字给擦掉了。本就有些委屈的李怀就向李宝平解释，说他用心写出来的字可灵验了，当初自己的爹娘就是这么一写就来到了书院。李宝平一听便同意了李怀继续书写陈平安的名字，然后李怀便开始认真写完了陈平安3字。写完之后，李宝平立马开始四处观望，想看到陈平安的身影，结果当然没有看见陈平安。李怀就解释说没有这么快，李宝平可不听李怀的狡辩，撸起袖子就要开始揍李怀了。李怀见势不妙，直接逃跑，李宝平也不追，直接下山去大隋京城闲逛去了。而就在李宝平离开书院不久，风尘仆仆的陈平安一行4人就出现在了书院山门。李天地不愧是口含天线，言出法随。正因为如此，当李怀见到裴乾后，因为他的话语，裴乾将会多出一位强大的后台。裴乾初见李宝平是有多害怕呢？在李怀的金口玉言之下，陈平安果真来到了山崖书院。只是在陈平安到达书院的时候，李宝平正好下山去京城游玩去了。陈平安也是从守门的夫子那得到了这个消息。在陈平安送来山崖书院的这些学童中，和陈平安走得最为亲近的就是小宝平了，所以陈平安自然希望在山崖书院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小宝平。至于李怀、林守一、于露和谢谢，陈平安当然也要去看看，尤其是年纪最小的李怀，只是他们都比不上秋冬春红棉袄，唯有夏天红裙长的小姑娘。因此陈平安就想着在书院山门等待着李宝平归来。但守门的夫子知晓李宝平下山游玩一般都需要很长时间，陈平安就只好将珠帘等人安排在书院后，就下山寻找小宝平去了。而来到书院的裴乾始终一言不发，并且他似乎十分的紧张。当初在抵达老龙城时，裴乾还在心中扬言要会一会李宝平，结果到了这山崖书院，他就开始发虚。裴乾还是有些觉得自己比不上陈平安时常念叨的小宝平，于是他就开始使劲抄书给自己打气。而陈平安下山后，碰巧和回归的李宝平错过了。当小宝平回到山门的时候，夫子告诉了有人找他这件事。小宝平一听就知道是小师叔来了，可是如果他下山去寻找小师叔，万一又给错过了那可怎么办？李宝平顿时就给着急的哭了起来。好在就在此时，陈平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李宝平立马变得笑容灿烂，大声叫着小师叔。随后两个人一起上山，李宝平好像一只小黄莺，叽叽喳喳在陈平安身旁给陈平安介绍书院的情况。而当两人来到裴乾的住处后，山崖书院如今的山主毛晓东已经等候多时，陈平安随即就被这位师兄给叫走了，所以现场就只留下裴乾和李宝平。李宝平在上山的途中已经知道了裴乾是陈平安的开山大弟子，他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只是李宝平在打量裴乾的时候，一向胆大的裴乾就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摆放，他只是低下头不敢跟李宝平对视。李宝平看出来了裴乾有些惧怕他，为了让裴乾不再害怕，善解人意的李宝平就主动找裴乾说了很多话，并且李宝平还拉着裴乾要给他送礼物。裴乾为了壮胆，就拿出了陈平安送的符箓贴在了脑门上，并且贴上后他还掏出了另外一张送给了李宝平。陈平安送的符箓价值不凡，裴乾是想着用符箓讨好李宝平。至于当初的豪言壮志什么跟李宝平掰手腕较劲，裴乾早给抛之脑后10万8千里了。然而李宝平听陈平安提起过裴乾贴符纸壮胆的事情，于是接过符箓后，李宝平也哈哈大笑，将符箓给贴在了脑袋上。裴乾看着小宝平这位很是亲近的小姐姐，心里顿时好过了。裴乾可是能看透人心起伏的，例如猪脸的人心看着就特别吓人，血雨腥风雷电交加，只是隐约有一座锦绣阁楼富贵气派。但是裴乾看着李宝平的心中却是静如琉璃，这让裴乾格外的自惭形秽。之后李宝平还提起了崔东山，崔东山可是没给过裴乾好脸色，李宝平就说要帮着裴乾把崔东山给教训一顿。裴乾憨厚的笑了，在清楚了李宝平的为人后，裴乾也渐渐的不再害怕了，他很快的就和李宝平打成了一片。至于被毛晓东叫走的陈平安，毛晓东很是满意陈平安这位小师弟的，陈平安就顺便问起了李怀等人的学业。李怀几人都是齐敬春看中的人物，他们几人自然非同一般，只是李怀对于学习比较懒散，但是毛晓东表示有他还有崔东山帮忙盯着，对他们根本无需操心，陈平安这才放心下来。而在离开毛晓东后，陈平安便要和李怀、刘守一几人相见了，那么到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裴乾的身世之谜是在什么时候被确定的呢？
陈平安和毛晓东商议完毕炼化金色文胆的事情后，他就带着李保平去往了谢谢的住处。只是途中，毛晓东突然以星湖传音告诉了陈平安一件大事，因为大黎和大隋签订了山盟，大黎的军队可以堂而皇之的从大隋国境内南下，这无疑引起了国力昌盛大隋朝堂的不满。甚至很多人都指责大隋皇室对大黎蛮子不战而降，为此大隋庙堂很多官僚纷纷辞官还乡，以此表决大隋对大黎低头的不满。而大隋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想破坏盟约，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针对从大理而来的几位书院学子，所以当初他们策划了刺杀崔东山一案，只是最后没能成功。可近期这群人又盯上了李保平、林守一和李怀等人，他们希望借着大隋皇帝举办千叟宴的关键时期，有大理使节参与盛会，到时只要成功刺杀其中一人，一旦书院这边出了问题，就可以挑起两国民愤，继而打破微妙平衡，说不定就要掀起边境战火。这2年大隋朝野上下对于高氏皇帝主动向眼中的蛮夷大黎俯首帖耳，本来就憋着一口血火。从倍感屈辱的文臣武将到义愤填膺的士林文坛，再到困惑不解的庶民百姓，只要出现一个契机，就会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大隋将没有回头路可走，到时即便是大隋高氏皇帝都要被迫撕毁山盟，事关李保平等人的安危。陈平安得知这个消息后满是愤怒，只是有李保平在身边，陈平安并没有露出过多的异样。接着李保平就询问了陈平安能不能将侠刀降服和银色小葫芦送或者是借给裴乾，好让今后裴乾闯荡江湖更有气派。阿良当初送的养剑壶可是道祖当初种下的7个养剑壶之一，裴乾如果带着这样一件重宝游历江湖，难免会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如此珍贵的礼物自然被陈平安谢绝。没办法送出礼物的李保平有些惋惜，就去找裴乾去了。陈平安便独自找到了谢谢。当初李怀在山崖书院受到了欺负，谢谢于路等人可是全都仗义出面帮了李怀的，陈平安对他们的出手相助还是很高兴的，所以陈平安在见到谢谢后送给了他一件白牛仙灵芝，并且陈平安表示很希望有一天能和谢谢成为朋友，更希望谢谢能和李怀、林守一、李保平成为朋友。这其中陈平安自然有些许私心，那就是他希望谢谢以后能够在书院多多照顾李保平他们，毕竟谢谢也是一位中武境的高手。不过这一切陈平安都明说给谢谢听了，陈平安的坦诚相待反而让谢谢有些高兴。在离开谢谢后，陈平安又见到了于路，陈平安送了一本神仙书《山海志》给于路，于路自然道谢，只是他说他穷得叮当响，可没有礼物回礼，他就只能将陈平安相送了一段路程。最后陈平安找到了林守一，林守一看到陈平安的时候并没有惊讶，事先他已经得到了陈平安来到书院的消息，只是犹豫之后他就没有主动去客舍那边找陈平安。陈平安同样也给林守一带了礼物，是一本修行雷法的道书。林守一收下礼物后，意气风发地对着陈平安说道：“陈平安，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吗？因为我知道以后自己肯定回礼更重，并且还说有其他原因让他很是感激陈平安。”陈平安猜不透是因为什么让林守一感激他，林守一却是不肯直说，陈平安也就离去了。其实林守一感激的是陈平安没有喜欢李怀的姐姐李柳，林守一可是十分爱慕李柳，要是陈平安同意做了李怀的姐夫，那林守一可不就多了一大情敌了吗？只是这个内幕陈平安并不知情。而在陈平安返回住处的时候，李怀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原来是裴乾在和李怀等人吹牛的时候，裴乾说了他是一位流落民间的公主殿下，裴乾可是跟皇帝魏献很是亲近，所以魏献给裴乾讲了许许多多关于皇宫中的事情，裴乾就把从魏献那听来关于皇室的规矩一套一套讲给了李怀等人听，以至于李怀越听越觉着裴乾了不得，所以李怀赶紧跑来询问陈平安裴乾是不是讲的真话。由于这件事只是这些孩子之间的天真戏弄，陈平安也就不打算拆台，他也就没有在李怀面前揭穿裴乾的吹牛。陈平安拍了拍李怀的肩膀，就让他自己猜去。结果李怀以为陈平安这是在侧面提醒他裴乾讲的就是真话，因此李怀对裴乾是一位流落民间的公主殿下的身份深信不疑。李怀可是言出法随，在他心里肯定的事情必然成真，这也为裴乾的身世之谜埋下了伏笔。裴乾在李怀面前吹牛说了他是流落民间的公主殿下，没想到言出法随的李怀还真给信了。有李怀的加持，这也暗示了裴乾的身份极为不凡。而之后陈平安再次找到了李保平，陈平安将在亲王国从李宝珍那边拿来的2件宝物交给了李保平，有一枚篆刻有龙宫的玉佩，还有一张品质极高的日夜游神真身符，并且陈平安没有隐瞒，将他与李保平二哥在亲王国遭遇事情的经过全都讲给了李保平。李宝珍毕竟是小保平的二哥，所以为了打消小保平的顾虑，陈平安就说他以后不会主动去找他二哥，而且他还会尽量的避开他。但是如果李宝珍不死心，将来2人再起冲突，陈平安表示他将不会手下留情。当然这些事情全都与小保平无关。李保平听后虽然情绪有些低落，但他的眼神依旧明亮。李保平让陈平安跟他二哥的恩怨只管按照江湖规矩，恩怨分明，不用在意他这层关系。然后李保平还将陈平安交给他的2件宝物还给了陈平安。由于现在大隋有人对李保平等人心怀不轨，所以陈平安就收下了那张日夜游神真身符，
以备在关键时刻请出夜游神保护他们。之后为了万无一失，陈平安还将李保平、林守一和李怀等人全都给集中，给叫到了谢所在的住所。他们由朱脸、于露和石柔加以保护。这么一来，在书院极少碰面的几人再次聚在了一起，他们又回到了曾经的那般热闹。与此同时，崔东山也回到了大隋京城。对于大隋那些想破坏两国山盟之人，崔东山正一处一处的游走，减少阴谋的扩大。其实大隋这一次针对李保平等人的围杀之举，并不只是有大隋慷慨激昂之士诸多人的身影，其背后更是有商家和纵横家在推波助澜。这一次，如果他们能够刺杀掉李保平等人，就可以破坏大黎和大隋的两国盟约，到时有国力不弱的大隋加入战局，大黎一统保平州的局面必定会艰难无比。可以说，只要刺杀成功，就可以决定一州格局的走势。只要阻止大黎一统保平州，保平州诸国的乱局就永远不会结束。商家则可以从战争中获利更多，纵横家则是纯粹不希望大统一。毕竟只有诸国林立的局面，他们纵横家的智谋才有用武之地，所以商家和纵横家才会在背后引导大隋破坏山盟。而在安顿好李保平等人后，陈平安则需要尽快的炼化金色文胆。炼化文胆所需要文运加持，这毕竟涉及到了陈平安修行的大道根本。只有山崖书院的文运，毛晓东觉得不是很稳妥，所以毛晓东就准备带着陈平安前往大隋京城的文庙去预支一点文运。可当陈平安和毛晓东下山后，书院少了毛晓东这位最强的一大战力，所以针对李保平三人的刺杀立刻就开始了。先是有人在山下拦截了毛晓东和陈平安两人，阻止了他们俩人回到书院救援。书院这边则是有一位元婴剑修伪装了一位远游的夫子，接近了李保平等人的住所。好在这位刺客被谨慎的朱脸给及时发现了，但朱脸加上同样入了第8境的于露联手，也无法阻止这位元婴剑修。加入了战斗的谢和石柔也很快被打成重伤。正在这危机时候，崔东山及时赶回了书院，他暂时接替毛晓东掌管了书院这方小天地。如此一来，崔东山在书院的加持下便有了上5境的战力，加上崔东山有层出不穷的法宝，元婴剑修很快被他斩杀。没多久，被阻止的毛晓东和陈平安也解决麻烦归来，这场危机也至此落下帷幕。